OK， 到最后呢，还是选了游乐场，因为刚才去找了一些地方哦，一次有路人在我面前走上走下，经过前面，经过后面，就觉得很干扰我的拍摄，因为不是在室内嘛，那我就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小空间里面，我就可以专心的跟你们分享我的内心里面的想法。好。那么现在呢，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这份工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首先就先来讲一下环境啦。如果你在类似这样子的环境下面做工啦，他们都是 promote for 这种 positive environment。不管你是 insurance industry、property industry、investment industry、direct sales industry 这些啦，全部都一直会要求 advisor 去很 positive 的想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呢，整个 environment 太过 positive 了。其实哦，我的内心想法是啦。It's okay to negative sometime, OK， 不是每次，因为 negative thinking 哦，负面的想法都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情绪来的，我们是需要输出的，不可以一直哦，只是沉浸在那个哇什么都 positive 的一个状态里面，而忽略掉你的负面的想法。那个时候哦，我觉得我真的是有一点想到太 positive 了，所以那个危机感哦就减弱很多。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可能我这边解释到不够好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的最终要表达给你们的就是 It is okay to have a negative thought sometime, OK？ 但是我不是讲不好 ，OK？ 他们真的是很 OK 的，我会跟你们讲接下来我学到了什么东西。So， 我在里面学到了什么东西呢？我在这份工里面哦，学到的东西真是多到数不清，不管是 skill set 啊，又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想法啊，真是受益不浅。首先就来讲一下工作上吧，就在工作上的话，我学会了 sales skill， 怎么样去跟人家讲话，怎么样去分析性格，也更加了解自己是什么性格。你们可能可以去上网找一下，有一个 test 哦，叫做 DISC， 这个就是关于一些人格分析的，就学到了其实人呢是分为4大性格的。而那时候的我，因为这个会变的啦，那时候我呢是属于比较sincere，然后又比较按部就班的人，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变啊 ，OK。这个会随着你的年龄而改变，就学到了怎么样去分析自己的性格，也知道了怎么样去跟人家讲话。看到人家的时候，可能就会问一些比较关键性的问题，你就大概知道他的性格到哪里了。初步了解了他的性格过后，再继续去延伸到帮他们做 financial planning 之类的，就是这样子一个 skill set， 学很多。还有怎么样讲话，怎么样婉转的把一件不好的事情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出来，委婉的去诠释或者去解释一样事情，让对方听得比较舒服一点。还有就是观察力、肢体语言啊这些啊，全部都是身为一个 salesperson 或者是 advisor 需要具备的，包括一些 gesture 啊，你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动作，因为你要注意的东西是在面你的 client 当中，他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还有没有听进去。如果你看到他好像恍神了，你就问一些关键的问题，你问问题了过后他就醒回来，类似之类的这样子一个 training。而且他们也是有给我一个很 proper 的 training， 这属于是他们的 group 里面的 culture 啊，1对1，然后有时候也会有 role play， 就是我们几个人 group 在一起，可能你扮 customer， 然后你问一些是一个 customer 会问的问题，这个都是在整个工作范围里面所学习到的东西，真的是很受用，到现在都还很受用。然后也学会了什么是 win-win situation， 到现在为止啊，我还是一样在用这同样的 concept win-win situation。在资本主义的一个环境里面win-win situation 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来的。不只是这样哦，而且通过 straight away， 就好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在 MRT 前面去拦人跟人家讲话，这个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我竟然办得到的事情。So 通过做 straight away， 什么叫做 rejection， 然后在 handle rejection 的这个心理上真的是强化了很多很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让我的心脏强大了很多吧。所以我每次在影片里面讲，就算你们留言什么东西我也是觉得没有怎么样，但是其中很大的部分是因为我在那个银行工作时候啦。总之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 feel 到了 rejection 的这种感觉，然后要怎么去克服它。再来就是学会了怎么样去包装一些东西，因为很老实讲啦，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不管是保险业、unit trust 啊，又或者是 property 尤其是直销啊，就会把东西包装到很好听。但是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善良然后真诚的心去包装某样东西，或者去叙述某件事情的话，这样子还好。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为了要 hit sales 啊，然后为了要 close 那个 case 啊，要他签下来买这个 insurance， 或者是买某一间公司 so that 他可以 hit for certain incentive from 某一间的保险公司的话，带着这样子的心理去做包装的话，就有一点可能不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啦。OK， 因为我还是觉得怎样还是
是要以那个 customer 为重，以自己利益而出发的话，就不是我啦 ，OK？ 别人可能有别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追求，没有对，没有错 ，OK？ 怎么样去包装一样东西，把讲出来的东西让人家听了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啊，就学到很多这些 skill。然后那时候我现在翻回去我的朋友圈里面啊，就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我发现到其实我很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去 post 我工作的东西。好像我之前在日本公司做工的时候啊，我还会 post 一些工作相关的，好像那种 JR Pass 啊，那种日本旅游啊 travel agency 的 information 啊，要不然就是之前一些航空公司的东西啊，我还会 post 在朋友圈里面。可是在这个 advisor 工作里面啊，其实我自己内心是这个又讲回同样的东西啊，那个cycle。其实我是没有很想做 advisor， 但是我又想 try， 所以就导致说我全部东西没有 all in， 我的 mindset 还有我的心里面是不够 open 的，所以我很抗拒去 post。就算management 里面啊有问我们，为什么你不要去 post so that 让你的身边朋友知道你在做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也是有助于到你的 lead generation。这个相信在看影片你们也知道啦，如果你们的朋友做了保险啊，或者是卖 unit trust 啊，做直销啊，你们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会，哎呦，这个人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会很 care 这些东西 ，OK？ 那时候我的里面的心理是不够强的，相比现在啦，而且也不够开放，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喜欢去做这一行，而是因为我想尝试，所以我就没有 all in。可能是那个时候我会非常在意，就是朋友知道我是做 advisor 过后啦，就离我而去。虽然我身边的同事，包括我的这些上司啊，他们都会讲，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看你的朋友是不是真心对你的，就是看你的朋友是不是真正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过不了我心里的那一个坎，所以呢，我还是蛮抗拒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去发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可能我拿到一些 achievement 啊，然后我也是不会发。不像我现在做一个 content creator YouTube 发的影片这些，我全部都很愿意去分享，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来的，是因为我现在做东西是我真的很喜欢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差别啦，就想让你们知道一下我那个时候的感觉。但是我获得了什么？首先就来讲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东西，我就获得了 Financial Advisory Examination 的 Certificate，OK， 这个是一个专业的 achievement， 我就拿了这5张。再来就是 Sales Skill， 还有知道 Self-Employed 是怎样的一个职业框架。最重要的是呢，我享受到了身为一个 Self-Employed 的自由感。我觉得啦，我为什么现在我可以接受完全在一个没有薪水而往我自己的兴趣出发这一个 moment 啦，就是我在这份工的 moment 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让我感觉到了那个自由的感觉。可能我自己内心里面就是一个比较想控制我自己可以控制到的东西啊，时间、感受，我喜欢安排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讲，自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是蛮享受的。我才讲这份工我是蛮喜欢的。每一天我自己的行程我自己 plan， 如果我觉得累了，然后我就 stop 下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己掌控，那个自由的感觉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萌生起来的，非常的喜欢。讲到做这个 street survey 其实在 MRT station 有时候那些 staff 会赶的嘞，所以我们被赶了好几次。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做过 door knocking， 去一间一间 HDB 敲门，一栋一栋的 HDB 上去敲门，然后问你的 CPF 有没有 upgrade 啊，以这样子做一个开场白之类的。那至于经济上呢，其实 self-employed 就好像自己的一个 business 这样子，然后有一段日子就陷入了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心情，甚至我的 manager 还 offer 我要借我钱之类的，但是到最后我还是用了我的 credit card 去拿一些 credit 成 cash 这样子就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你要讲经济状况很不好吗？其实没有，就只是我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数值还不够，我会一直觉得没有薪水我很 struggle， 我太过 concentrate 在这个东西而没有办法去 concentrate 我的这个 sales， 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我的 daily routine 要做的东西，没有办法 all in。很大的可能也应该是它不是我真正很喜欢的一个东西的。所以在经济那一边呢，其实比较 concern 的就是没有办法每个月再定拿薪水那个
我现在想回去啦，是我每一次在 group meeting 的时候都会跟我的 leader 去 bring out 的，因为我摆脱不了一个 employee 的 mindset， 就算我已经转成了 self-employed， 我还是要在用 employee 的 mindset 去做这样东西，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会做不成功的原因了。那个时候的我啦，对我来讲成功的话是每个月一定要定赚够我之前的薪水 ，OK， 每个月薪水，但是还没有达成就走了。再来就是为什么会离开这间公司，正如刚刚你们所听到的啦，在做这份工的时候，我的 mindset 不对，我的心态也不对，整个 mood 是比较 down 的，所以我也可能觉得啦，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可能我会影响到我的上司，然后就有一天，我的上司就真的是坐下来跟我很认真的谈这件事情啊，他就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讲，我没有办法可以承受这种每个月没有薪水拿的这个负担，过后他就问我是不是要放弃，然后再重新找过工之类的，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蛮 sad 的，就让我有一个感觉是不是他叫我走的感觉，是可能有某一些原因而让他跟我讲，我是时候应该去重新出发了，我是这样子一个感觉啦 ，OK。我不懂我的直觉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了解啦，在这整个 environment 里面哦，可能 management 他为了要 protect 其他 advisor 不要被我影响，所以他觉得我这样子的人哦不应该在里面影响他们，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的，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 team spirit 跟 team culture，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就离职了，交上信走了，然后过后 commission 也拿不到，我的上司也还很好啦，说by right 有1个月的 commission 是拿不到的，但是他还是给了我，让我在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的时候好过一点点。再来呢，就是爱情方面。说爱情方面，在这期间短短的也是8、9个月，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也没有去哪里，因为那个时候每个月都没有定的薪水嘛，所以都是在冲我的事业，在不停的尝试。可是呢，我们就在那一段期间拍了婚纱照，而且也注册了，但是还没有举办婚礼。那其实注册了，在法律上、名义上就已经是正式的夫妻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啦，因为他是我第一个 customer 我还记得那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 saving plan， 到现在都还有 keep 住 ，so 在爱情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还是很甜蜜。那么呢，我会给这份工作打多少分呢？要讲好先哦，不是这间公司，而是针对这个工作内容。8分诶，我会打一个8分。对，虽然它也是1分，我觉得OK 啊，既来之则安之 interview 了，然后觉得可以 accept 的一份工作，而不是真正喜欢的。但是 overall 整体的体验啦，是真的很好的，因为我学了很多东西 ，skill set、mindset、self-employed environment 这些东西哦，全部都是在这个时候尝试到的。对于我的人生阶段来讲啦，算是一个很重要的 remarkable 的一个地方来的。就可能我现在身为一个 influencer， 自己出来开公司的这条道路啦，很多的因素都是从这个时候埋下的种子，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尝到了这些所有的甜头嘛，然后也知道到底需要怎么样去运作，所以我觉得8分是真的很值得给啊，因为学到了那么多不一样的 theory， 好像这种 win-win situation 啊 ，the law of attraction 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上司他是这个 branch 的 management 啊，就一直叫我去看书啊，然后也会推几本书给我看。The law of attraction 呢，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的。还有 1000 time of practice， 不管什么事情，你练习至少1000次以上，然后一定会很上手的。这种 skill set 的东西啊，全部都是从这个时候萌生的啦，所以我还蛮感激他们教我那么多的，都很受用哦，在我这一生当中。你看哦，虽然是 zero income， 但是带给我的回忆哦，都是偏向比较正面的。好啦，我觉得影片应该也够长了，几乎每一集都要将近30分钟啊，不懂你们看了会有什么感想？现在就来做一个总结吧。今天呢，又让我看到了之前在那个时期的自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审视。当初自己为什么会踏出那一步，可能就是因为在上一份工所感受到的一些职场上的压力，我想试不一样的东西，想转换跑道，而且那个时候则是想做就做，也没有想那么多。想一下，那个时候自己也是蛮敢冲的，也不顾一切，不像现在，因为有了小孩，有了家庭，想东西会不一样啊。然后也让我有了一些反思啊，这些东西可能就留给我自己去好好的在内心
斟酌一下。但是最重要的是呢，想让在看影片你们也可能得到一些启发，可能从我的分享当中有一句或者是那么一段，可以让你重新再抓回可能你之前有跟我经历过相同片段的一些情景啊，让你自己去审视一下，这个也算是一个我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啦。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谓的 win-win situation 哦，对我自己可以做审视，对你们也可能会从你们回忆当中让你们抽取一些可能你们曾经也跟我一样有经历过的东西，让你们回想，再让你们自己去做审视。这个是我觉得我做这样子的分享哦，是有一个价值的。OK， 所以呢，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然后喜欢这样子的分享，就给我一个赞。下一期是什么 ？OK， 还有 OK， 还有几集啦，这边我就暂时不讲先，敬请期待，留意下一集。那么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